今日份开枪由索尼 Play Studio 出品的《对马岛之魂：静静人武士》。先看内容物：静静人本体一个，武士刀一把，刀鞘一个，武士刀可插入刀鞘收纳。战鬼面具一个。这款静静人武士整体来说还是不错的，毕竟有非常高的一个性价比，120块钱即可以买到这个6寸的静静人武士，相比起 Figma 已经便宜了不少。当然了，在做工细节方面还有可能性方面肯定不如 Figma 那么好，但是呢，作为一个平日里拿在手里把玩或者随时揣兜出去外拍的一个小玩具，还是可以的。而且它这个面部在一众美系的这个头雕做工里其实还算不错的，包括它脸部左侧有这个伤痕，以及它胡茬的这个印刷，还有它眼睛，包括那颗痣，其实印刷都挺清晰的。至于传不传神就要见仁见智了，看大家自己。其次的缺点主要是可动方面，还有这个涂装方面。可动方面就是它没有仰身，这个其实一大硬伤。作为一个在游戏里经常搞暗杀的一个武士，经常会要做那种抬起身来往下扑的动作。如果有仰身的话，那样做出来的动作动态感应该会更好。还有就是手部的可动并没有太多，是一个单关节。其次呢，还有衣服上的这个涂装，衣料的涂装太艳了，这用的色儿反正不太适合一个真实系的角色，它搭配起来太塑料感了，这个塑料感太严重了。还有呢，就是整身材料比较软，好处就是可以避免这个裙摆包括披风什么影响可动，但是带来不足的地方就是它大腿关节、大腿根儿这块，它每次复位需要推一下，就手感可能比较奇怪。但其实这款整体的做工还是不错的，包括这些细小细节的印刷，刀鞘上的花纹，还有包括整个甲胄，它细节其实不是特别的肉，而且印刷也比较清晰。尤其是它后面这块已经比大部分美系做工其实都要好一点了。玩法方面，武士刀刀鞘上带有一个凸轴，与腰间的空洞相结合，即可展现出武士刀挂载在腰间的一个效果。战鬼面具可以通过两边这个做的细小的小绳造型，从耳后挂在这个静静人的脸上，实现出来戴这个战鬼面具的效果。这个样子还是非常正啊，这个脸非常帅。接着可动方面，头部、低头、抬头、左右侧摆，包括360度转头都是没有问题的。这款的脖子做的倒是还挺好的，它是一个独立的脖子分件，所以在可动性方面可以有所提升。腰部向前俯身有一点幅度，但仰身是没有幅度的，可以说是基本没有。360度还是没有问题的，但是因为我这里加了武士刀，所以可能会有些干涉，实际上是没有问题的。手臂的可动方面，首先根部带有蝴蝶关节，有一定幅度的摆动，前后摆动够用。然后整条手臂平转360度没有问题，打平是在90度，大臂有平转360度没有问题，胳膊肘可以超一点90度，但跟90度没啥区别。小臂带平转360度也没有问题，然后手腕360度没有问题，就经典的美系手。
可以上下的这样摆动，有一定幅度。大腿根部前踢不到90度，后踢基本没有，因为它后面有一块巨大的屁股挡着，基本没有。侧踢倒是可以打平一字马，没有问题，这个很轻松啊。而且包括因为它这个裙甲是一个很软的一个软胶，柔韧性很好，所以对于腿部的干涉并不是很大。大腿根部带平转360度没有问题。然后屈膝是美系经典的双段关节，可以轻轻松松超过90度。小腿部分并没有像 ML 那种的增加一段可动。其次就是脚部，脚部也是经典的美系关节，上抬一定幅度，下沉一定幅度，然后是一个斜插关节插在脚面上，接地有一定的幅度，可以转动。OK， 那么本期 Play Studio 出品的竞技人武士这个开箱检测到这里就结束了，下面进入我的扎拍环节。